女人找你借钱，就等于是在跟你表白。那为什么你都掏了10万8万了，这个女生还是跟你说我们不合适？但是强男呢，他不仅分儿逼不掏，但是女人反而会对他越来越差。区别就在于你们如何对待而已。我经常看到评论区有人会说什么，哎呀，男人有钱不就行了吗？什么样的女人都能够得到。那我今天就把话说的难听一点，如果你只会用钱去砸女人，如果说你认为有钱就能得到女人，那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谈得好恋爱的。因为你的爱情永远都是转账一听，所有的都会归零。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些有钱的男人啊，他们的感情诉求是跟普通男人不一样的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那些已婚的多偶男，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吧？他想多偶，就是因为他已经对外界的刺激脱敏了，什么豪车名表他已经不感兴趣了，然后他会去追求什么基因里的征服欲，就跟古代的皇帝是一样的道理啊。后宫佳丽3000，那你光说有钱有什么用啊？你没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去征服女人，你拿什么当皇帝？就像我接下来要给你们说这个兄弟一样啊，我们就叫他老钱好吧，38岁，事业走得风生水起，他就是那种很舍得花钱，但是又不会花钱的啊。他给女人花再多，那都只是冤枉钱啊。就比如最近啊，他喜欢上了一个夜店的女经理，前后冲了10几个，但是依然被玩得团团转。就在前几天啊，这个女生跑来找这个兄弟借钱了，要搁以前他肯定二话不说就借了，但这一次呢，他终于长了点记性，他就到现在问我该不该借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当时怎么说的啊？她说：“钱哥，我这个月业绩不太好，要不再充点呗？我领完年终奖退给你。”我告诉你们啊，女生这里啊，其实是很显然的在试探兄弟的底线。如果兄弟真的给了，那只有2个结果。第一种呢，女生陪他玩几个月恋爱游戏，然后在年底再找个借口把他给甩，那这笔账就成死账。第二种，就等到年底的时候呢，这个女生再来个爸爸好赌啊，妈妈生病啊，妹妹要上学，弟弟呢又不争气，对吧？到时候不仅不还了，趁机还要再敲你一笔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回？很简单，3个字，谢谢你。这个就是强男的聊天法则的第一个核心，叫做打破框架。这一步其实非常重要啊，它能够打乱女生的节奏，让我们后续的这个拉扯呢处于一个平等的状态。女生当时就懵了，就问谢我什么呀？那我们就继续说了呀，你是第一个让我自己感觉自己很有钱的人啊，差多少？我从现在开始存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并没有直接去拒绝啊，也没有去傻傻的直接同意，而是以开玩笑的这个语气，直接把问题丢回给这个女生。这个就是强男聊天法则的第2个核心，叫做用问题去反抛，去掌握这个话题的先手权。那这个女生当时就回复了啊，就说哥你也别谦虚了好吧，我就只需要1个啊，不然我连房租都续不上了。来，兄弟们记笔记啊，一个女人找你借钱呢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她不在乎你的看法，在她未来规划里，你已经是常无此人了。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万把块的不至于拉扯这么久啊！你拿1个 W 的钢镚去打水漂，你还能听到响声吧？那到感情上，咱也得听点响声才行啊！所以当时我们怎么回复他的？你把我老婆板掏空了的话，那我以后可就娶不到媳妇了，谁负责呀？那我们的话其实就是在上态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告诉他，哥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就算我把老婆板给你，你敢用吗？我们把这句话压在这儿，那后续所有的博弈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就占据了高地了呀？那这里呢，女生她就立马回复了，她说哪有那么夸张啊？钱哥你是不是最近手里有点紧啊？这种风格可不像你啊。如果你不方便也没有关系的，那兄弟能够看得出来吗？这就是典型的激将法，而且我敢肯定90%的男人都会中招。你会觉得转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男人的面子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但我告诉你，人的底线就是这么一步步让出来的。我当时就让这个兄弟回复说啊，这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，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啊，就是借钱可以，并且这个钱我也不会再要回去了，但是机会呢只有1次，因为这个叫做人情。你确定你要用这一次机会吗？那这段话呢，兄弟们不仅要记下来，最好要运用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啊。别人找你借钱，别管关系有多么铁啊，反正你要么不借，要么呢就只借1次，并且不要指望人家会还啊。女生当时就回复了啊，就说我这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那看来这个女生啊并没有懂我们的深意，于是我们就继续回复她啊，我们说办法我有，房租续不上，你可以搬到我那套空房子去住，业绩不好那就辞了，我正好缺个简历，到时候我让阿姨做2份饭，每天给你带过去。那我知道有的兄弟要说了啊，就说焦哥，这不还是在白给吗？如果说你这么想的话，你们呢就适合去看那种专教年轻人恋爱的博主。在我这里，爱情永远是现实的，你想得到女神，那你肯定是要付出一些的，只是我们不能去无脑付出。而我们这里看似在白给，但实际上呢，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。我们帮女生解决了问题，对吧？但要的是什么？是她的陪伴。那这么一合计，你们觉得还亏吗？
这个才叫双赢，对不对啊？不过我们也知道啊，这个女生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啊。我们这么说的目的呢，只是为了告诉她，兄弟，我有这个能力付出，但是前提你得要值得。那果然啊，这个女生啊，直接义正言辞的拒绝了，说什么这不好吧啊，我怕影响到你。很显然啊，这个女生她就是仗你兄弟的喜欢，把兄弟当成牛马在对待，既要马儿跑得好，又不给马儿吃草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我们怎么教育她。我们直接开怼啊，好好说话，少装啊！女生这里直接就懵了啊，就直接回了个问号，然后又秒撤回了。然后我们呢就继续回复说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不然你也不会来找我帮你忙，不是吗？所以现在选择权在你啊！如果你只是跟我玩玩，那就直说，我无所谓的。快节奏的打法我也能适应啊！直接把这个女生心里的小九九给她点出来，对吧？同时我们也说出了自己的框架，就跟做生意是一样的呀。你想跟我做点生意，那你就拿点诚意出来。你想白嫖，那你也可以直说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咱谁也别耽误事儿。那这一次呢，这个女生是直接沉默了20多分钟啊，就直接回复了一句说什么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但我这人啊就是有点慢热，你这么着急我有点接受不了。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啊，人的底线是一步步让没的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坚决不退，你要么学乖点，要么给我滚远一点。 OK， 我们直接回复说什么，接受不了就拉倒吧，我大不了换个场子玩，换个经理聊，但以后呢你不一定还有这样的机会。果然啊，我还是更喜欢聪明一点的女生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句话说完以后，女生那边就直接没有回复了。你们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有点过分啊，但是这个恶人咱就得做。如果不让这个女生好好衡量一下跟兄弟的关系，那等这个兄弟他迟早会脱离我的帮助，对不对？那他俩的感情就会照样回到以前的局面啊，甚至是比以前更糟糕。那既然我们已经开启了一段时间的冷静期，于是我就让这个兄弟跟着我好好的对补课，赶紧提升一下认知，对吧？重塑一下内核框架。那等了过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吧，这个女生啊主动发了消息了，钱哥啊，今天有空吗？那兄弟呢，他不是也提升了好几天了吗？于是呢，我就问兄弟自己打算怎么回啊？结果啊，钱哥直接回了我2字，不回。那过了几分钟呢，这个女生又回复消息了啊，说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怕你现在只是喜欢我才对我这么好，万一以后你对我不好了怎么办呢？那我甚至以后都不会再有地方可以住了。那这一次啊，兄弟就直接回复了，说我前几天刚提拔了一个小伙子，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他的性格，锐气太重，但他一呢是对我很忠诚，二呢是本身有能力，对我有价值，所以我就搞不懂了，我对你好不好跟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吗？不都看你自己吗？对，这句话呢其实就是非常现实的，很多女生呢就是太过于想当然，觉得爱情啊就是无私的，但是其实人性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价值互换，所以相当于呢，我们也是在给这个女生提前上一节人生中很重要的课。毕竟面对不同的女生，我们的方式方法一定要不同。像那种夜场，对吧？长期混迹于夜场，而且还是夜场经理的，她一定是懂人性，她一定是懂规矩的。那当时呢，这个女生的聊天框就一直显示在输入中，输了又删，删了又输，最后呢，终于回我们了。她的回复是什么？那我这几天交接一下工作吧，改天我来找你面个试。OK， 那结局呢，不用我再多说了吧。后续这个兄弟在我们的陪伴下，也是成功跟这个女生啊在一起。现在啊，两人已经开始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了。根据这个兄弟给我的反应呢，这女生的厨艺是挺不错的，1个月下来，这兄弟啊还胖了好几斤。所以你们看啊，找你借钱，说不定就是升级关系的最佳时期。只要你会拉扯懂人性，那即便这个女生刚开始对你痴心还不悔的，那你也能够慢慢的让她乖乖的去归顺依赖你，对吧？还是那句话啊，弱男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啊、技巧啊这种之类的啊，强者只根据不同的人去讲人性。我是嘉哥，下期见。